很多人打开 Nano Banana 只是为了画个头像或者生成一张壁纸，但是如果你懂得这套逻辑，从像人一样交互，到把信息和抽象概念可视化，从精准的局部修改到彻底重构你的工作流，甚至通过 Nano Banana 来变现或者赚钱，这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生图工具，而是成为超级个体的非常关键的一环。视频最后，我还会分享一些 Nano Banana 的提示词的资源库。你好，我是迷你飞。这一期我们来聊一聊 Nano Banana 的信接心法。首先，我们来看 Nano Banana 的核心交互逻辑。以前用 AR 绘图，大家最痛苦的是不可控，改一个像素，整张图都变了。但 Nano Banana 的底层逻辑是输入、输出再优化的逻辑。这就好比你不需要自己去操作 PS 的图层，你只需要坐在屏幕前，像给设计师提需求一样说话，这里调一点，那里改一下。它拥有上下文记忆，知道你在修改前的草稿，而不是重新抽卡。由于我们人脑天然更加擅长学习和记住头像，最高效的学习方式是什么？是图解。我经常直接把长文章甚至论文丢给他，让他帮我画出信息图。他不是在瞎画，而是先理解文章逻辑，再进行视觉编码。下面的例子是我给他一个谷歌英文财报，让他帮我生成信息图。我先上传附件，让 Nano Banana 帮我输出信息图，最终输出结果如图。从结果来看，感觉信息不是很完整，并且提示你上传的文件可能太大，无法获得最佳结果。因此，我先让 Gemini 帮我总结了文件内容，得到了这样的总结内容。最后，我使用了长文章转信息图的提示词，得到下面的结果信息。结构清晰，信息完整，完成的非常好。更绝的是抽象概念可视化，比如解释 Transformer 架构。以前我要在 PPT 里画半天，现在它能直接生成结构图、流程图，而且大家看，图中的中文标注虽然有个别字体有点瑕疵，但是终于不再是鬼画符了。这是 Nano Banana Pro 最让我感动的一点。如果图生成的不错，但是有个小瑕疵怎么办？不用重画，利用它的局部重绘功能，你可以告诉它如何修改，或者直接在图上框出你要改的地方。这实际上就是集成了 PS 的修图功能，但它的门槛降低了很多。做自媒体最怕什么？怕你的虚拟形象每次长得都不一样。Nano Banana Pro 支持多参考图的身份锁定，你可以锁定角色的脸，然后随意换衣服、换场景，甚至换表情。例如，我生成了一个女性角色，让她吃面、跑步、开会，甚至和外星人合影，都始终保证角色发型、五官完全一致，真的很惊艳。这对于想做连环画、儿童绘本或者 IP 账号的朋友来说是绝对的刚需。很多朋友忘了 Nano Banana 是有脑子且联网的，你可以让它实时搜索最新的数据，比如5款吸尘器的参数对比，然后直接画出图表。这不仅是画图，这是带视觉输出的搜索引擎。如果你对画质有极高要求，比如要打印海报，建议去谷歌 AI Studio， 这里可以开启 4K 分辨率。虽然需要付费，但对于商业交付来说，几毛钱一张的高清图成本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另外，写提示词的时候，不要只是描述是什么，要告诉 AI 为什么。例如，普通人会说
画一个手机界面，有按钮。高手会说，请为我生成一个手机界面，目的是为了测试用户在紧急情况下的操作效率，所以按钮需要醒目且位于拇指热区。Nano Banana 会理解紧急情况和热区，从而优化布局。这种能力一旦进入产品经理和独立开发者的实际工作流，带来的就不只是效率提升，而是角色的重构。对于产品经理而言，这种能力直接重构了我们的工作流。为了说清楚这一点，我直接让 Nano Banana 给我们画一张流程对比图，看，这就是区别。在过去，产品经理要做原型、画线框图，然后给 UI 设计师做高保真，最后才给开发。在这个链条里，信息在反复传递中衰减，而你把大量时间花在了画图，而不是在思考上。但现在看右边有了 Nano Banana， 你直接跟 AI 协作，不需要切换软件，不需要等待排期，就这样，刚刚我们做好了登录页面，现在我只需要说给我拓展一个配套的数据仪表盘，看设计稿瞬间完成，你直接完成了从逻辑到视觉的闭环。而对于独立开发者而言，这是填补我们最大的短板。审美，我们很多人代码写得很溜，但做出来的界面总是有股工程师味。现在的终极工作流是用 Nano Banana 做你的右脑，负责天马行空的视觉设计，甚至生成设计初稿，然后让 Google Anti-Gravity 做你的左脑，负责把一份完美的设计稿像素级的还原成高质量代码。这种左脑加右脑的 AI 协作，让你一个人就能活成一支顶尖的产品团队。工具再好，能变现才是硬道理。这里我要分享几个变现思路。第一，充分利用 Nano Banana 的角色一致性的优点，批量制作表情包。你可以上架到 Line Creator Market 或者微信表情平台。第二个思路 ，POD， 也就是按需打印，这是最适合独立创作者的零成本路径。利用 Nano Banana 极强的审美直觉，我们可以批量生产现在全球很火的复古海报或者极简 C 文字 T 恤。注意看，它生成的文字排版非常完美，这是以前很多 AI 的弱项。接下来我们不需要找工厂，直接打开 Redbubble 这样的 POD 平台，你只需要把图传上去，看，平台会自动生成效果图，无论是印在 T 恤、手机壳上，还是马克杯上，瞬间就像一个在售的成熟商品。这个模式最性感的地方在于完全没有库存压力，只要有客户下单，平台负责印刷，负责打包，负责发货给全球的买家。你赚的是设计的分成，你只管用 Nano Banana 负责美，剩下的繁琐流程全部交给平台。这就是把 AI 的创造力直接变现的最快路径。看到这里，我知道很多朋友最大的痛点还是道理我都懂，但是我真的不会写提示词啊，英语也不好啊，怎么办？其实写好提示词最快的路径从来不是从零创造，而是模仿与解构。去看看高手是怎么描述光影，怎么定义风格的，我们直接拿来用。为此，我专门写了一篇博客文章，整理了 GitHub 上最优质的提示词仓库集合。另外，我也把今天视频中演示用到的提示词都打包放在我的另一篇博客文章中，链接都放在视频简介里，需要的朋友可以自行领取。最后总结一下， Nano Banana 的本质不是画图，而是交互，通过交互实现可视化，通过修改保证一致性，最终重构你的工作流。
让你从一个画图工变成能独立变现的超级个体。如果这个视频帮你打开了新的思路，请点赞、订阅、转发。我们下期见。